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冰封3代》。本作出品于1995年，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只玩过红白机的初代。那其实呢，冰封也出品了很多的作品。本作铃铛系统还在，白色的铃铛呢是增加主武器的攻击威力，蓝色的是加速，绿色的铃铛是给你增加几个僚机。这几个僚机不仅可以向空中射击，也可以向地面扔炸弹。红色的铃铛呢是保护罩，但是红色铃铛和绿色的效果是互相抵消的，不能同时存在。另外还有粉色的铃铛，粉色的铃铛是修复你的手臂。如果你的手臂呢被打掉了一个，你就需要去捡铃铛来进行恢复。当然了，如果你2个手臂都被打掉了，那就会出现一个救护车，套上之后呢，手臂都会被修复。这里是打第一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呢是这个王国的护卫队的队长。那刚刚呢，屏幕下方出现了2个人物的头像，一个小男孩，一个小女孩，他俩是谁呢？他俩就是冰封的驾驶员。因为红白机时代呢，设定没有这么丰富，但是在后期的作品里，冰封这个飞行器是有驾驶员的，但是冰封的飞行器呢，它也是人格化的，平时呢可以变小，和主人公们进行互动。我现在左手呢捡到了一个副武器，这个副武器呢是散弹，可以有效的弥补咱们主武器的攻击的死角。现在呢又捡到了一个向地面扔的炸弹。副武器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呢向地面攻击的种类比较少，只有这么一个。咱们左手和右手各可以拿一个副武器。但处理副武器系统的时候要注意，如果你左手和右手都没有向地面攻击的能力，而且呢你又没有绿色的铃铛，没有这些僚机，那你就会出现攻击的盲区了，因为地面的敌人你攻击不到了。所以说呢，至少要有僚机，或者呢有一个手臂是对地的副武器。第一关的 BOSS 咱们使用蓄力攻击来打它，蓄力攻击呢红白机版的初代也是没有的。好的，打完。每关过关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小剧场。游戏整体的流程是6关，但是大家注意屏幕的中间显示普通难度。如果咱们选的是简单难度的话，那你是打不了6关的。流程呢就没有这么长了。这款游戏呢也是有剧情的，因为毕竟游戏制作的还是比较精良。剧情方面呢是说某个王国的女王梅洛蒂被抓走了。被谁抓走了呢？被一个叫做胡说王子，一个邪恶的王子，勾结了冰封的宿敌乌鲁蒙博士，他们2个联手把女王囚禁了。但是呢，女王的一个小精灵叫做弗鲁特越狱了，来找主人公们进行求助。大家注意，我刚刚吃了一个稀有道具啊。那上方呢出现了咱们一个僚机，这个僚机呢2种用法。第一种用法呢就是咱们不理它，它呢自己就向前开枪，然后飞出屏幕了。第二个用法呢是你可以和它手拉手进行攻击。手拉手是冰封的特色了，后面呢咱们还会再捡到它的，后面再给大家演示手拉手的时候。这是第2关的小 boss， 一只小猪。飞天猪啊，它鼻子喷火的时候呢，你是不能打它的，无敌。我想起了一首歌，猪你的鼻子有2个孔。小 boss 打完，屏幕还是很宽的，左边好像有火力很强的敌人，这样咱们就不凑过去了。我现在对地呢，完全是依靠我的僚机，
因为我左手和右手的副器都没有对地的效果。这款游戏呢，如果你的铃铛的效果吃满了，你再吃到同颜色的铃铛，这个铃铛呢直接就变成57300分。其实游戏整体的难度不算高，高手玩这款游戏呢，一般都是摊分的打法，每一个铃铛它都要变成57300分。但是对咱们这些普通玩家，摊分的玩法呢实在是太费劲了。第二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呢会发射紫色的光圈，但这个光圈呢能够打碎。其实游戏很多的敌方的攻击方式都可以打碎了，这样就无形当中降低了难度吧，因为你能够压制住对面。好的，第二关过关了。第三关，这款游戏在我印象当中是冰封系列的完结篇，但其实呢，冰封甚至还出品过 RPG 游戏，还出品过 3D 的版本。但是在我看来，本作这种传统的2D 的玩法还是冰封，后面的就与我无关了呀，不属于我的游戏时代了。这个博士的飞艇，本关就要打它。对面的子弹还是很密的。我好像吃错副武器了，捡了一个喷火器啊！这个喷火器的攻击范围呢有限。出现了一个小精英怪，小 boss 战。这个小 boss 呢，后面还会再出来，后面会变强的。这个飞艇还挺难拆的呀，咱们整关都是和它进行作战。蓄力大量发，好的，拆完之后呢，它会变身的，变身的时候就是本关的大 boss 了。这里呢会有一段对话，其实游戏的画面呢，我是经过了剪切的。原本的游戏画面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黑色的条，这个条是干嘛的呢？是显示你吃的铃铛的，显着很碍事。另外呢，一些对话部分我也稍微剪辑掉了一些，还有关卡切换的时候的黑屏的时间也缩短了。这个 BOSS 呢不算难，但是呢我本关中弹了，右手的手臂被打掉了。哎，第4关上来运气不错呀，捡了2个有颜色的铃铛，加了10多万分。好的，我捡到了一个稀有道具，把这个僚机召唤出来了，可以和他手拉手。那他俩中间的这个攻击就比较强力。但是呢，2个机器的话，着弹面积就变大了。如果对面的弹幕比较密，怎么处理呢？咱们就用这个僚机去贴子弹，或者撞敌人。撞到了的话，
咱们会获得一个短时间的无敌，但是呢两个人的手会松开，这样你就趁着无敌再去拉他的手就可以了。队友呢就是用来这么卖的。好多猫爪啊，这关能够遇到好多猫，他们是来开会的吗？打他们屁股啊，他还会炸毛。好，我又撞到了，把铜板捡回来。没有铜板我卖谁呀？这些糖果会上来撞咱们的。那这款游戏一大特点呢，就是很多敌人都可以吃。哦，这个队长呢又出现了。队长呢现在是被蒙蔽的状态，他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呢。第二次出场，明显的强度提高了不少啊。好，又被击中了铜板，再去拉回来。那强力道具呢，除了铜板之外还有一个，是那只小猪。吃到了之后呢，你的所有的僚机的攻击威力变强，但是呢副作用就是不能对地了。这两个货子弹很密，但是呢他们发射的球呢也是能打碎的，只不过比较硬。咱们先打一只，这样就好处理了。弹幕呢会变薄一点。累了。好的，打完。这个小剧场呢，就是这两个飞行器。第5关，这里呢也是倒数第2关了。这关呢，咱们要和胡说王子进行决战。本关的难度，我觉得是整个流程当中最高的，要远高于最后一关。BOSS 战呢要进行2场，这2个 BOSS 呢，第2个 BOSS 比较难，第一个大机甲还可以。我右手呢换了一个对地的服务器，因为本关地面的敌人也比较强，需要处理。这关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玩具啊，好像进了一个玩具厂一样。这些小火车，小的时候我就想有一个小火车玩，但一直都没有啊。这里呢就要刷第2个强力道具了。这只小飞猪咱们捡了吧。来，2侧有很多的炮啊，咱们站中间。这对面问我你敢动吗？我不敢动啊，2侧的炮台太多了。得，翅膀已经撞掉了，最强火力啊，没坚持多大一会儿。我捡了保护罩，为什么捡保护罩呢？因为 BOSS 战了，这里的 BOSS 战难度很高，尤其是第2个，第1个还可以。这对话呢，咱们也听不懂，切了。这是他第1种攻击方式，这个攻击方式呢，应该是所有招式里边最强的。第2种攻击方式是挥剑，这个挥剑呢分2个阶段，挥刀这一下其实判定非常弱，哪怕是他的刀光都打不到咱们，但是收剑那一下最讨厌。收剑的时候呢，他也有攻击判定，非常容易打到咱们的，如果咱们贪刀的话。第3种攻击方式呢，就是很多刀光，这个好躲，站在肋部就可以。我的保护罩呢中弹了，现在黄了，再挨一下就红，再挨一下就没有。这个机器人的
讨厌地方就是他经常把他的弱点关起来，让咱们打不到。所以打他呢流程比较长。如果他这个弱点一直在外面露着，我估计3-2秒就完事儿了。好的，现在咱们去打胡说王子。王子呢驾驶一个娃娃，我把这些小弟召唤出来了。那没有保护罩怎么办呢？卖队友呗。切了。这个娃娃注意，他眼睛红色的时候是最恐怖的。其他的攻击方式还凑合，我们可以通过卖队友来降低难度。大范围转移，一会儿呢，它还有2形态。1形态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红眼的激光射击，其他还好。2形态就看运气了。好，进入2形态。2形态呢，可能要多卖几遍队友了，来骗无敌。好，看这个弹幕让队友呢站在右侧给咱们挡子弹，被打分手了呢就去捡他。刚刚可能大家没看清发生什么呀，我的2个手臂都被打掉了，所以套了一个救护车。好，进入第6关了。刚刚队友被打掉了无数次我骗了好几次无敌，2个手还是被打掉了。这个弹幕实在是太猛了。刚刚那个形态也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。本关呢虽然是最后一关，但是难度很低，敌方这些小怪的子弹都能够打碎，所以说他对咱们没有任何威胁。BOSS 呢就是这个博士，但这个博士最后是剧情杀的，和咱们关系不大。咱们实际上打的最终 BOSS 是那个黑色的基因怪，但是也不难，卖队友就完事儿。好的，他出场了。卖了1次，又卖1次。然后手被打掉一个是吗？好像右手被打掉了。那这样呢就等于通关了。记不记得咱们之前遇到的2次的王国的队长他呢幡然醒悟，终于知道敌人是谁了，由他来对付博士，博士干掉了。我蓄力呢把队友扔出去了，很久没蓄力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队友的情况下呢，蓄力就是把队友扔出去。好了，通关的剧情。这个队长呢说：“公主，我来救你了。”哎呀，其实公主是我救出来的呀。干嘛呢你们2个？这个得我来呀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冰封3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